我开了个选主直播间，直播连线时，对面主播挑衅道：“你要是真这么厉害，不如帮我算算命。”我看了他几秒，突然笑了。大哥心理素质挺好，入室抢劫完了还不跑，还有心情玩直播。男人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作为玄清观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，我需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毕业论文，论中华玄学武术的多媒体化传播探索。我一筹莫展，不知该何处下笔。师傅把手机伸到我面前，给我指点迷津、逆图，实践出真知。你不妨试试这个。我看着他手机界面上正在热舞的美女主播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。师傅，我觉得我硬性条件可能不太行。师傅眉头一皱，在我头上一敲，呆，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直播。直播。在师傅的点拨下，我找了个直播平台，准备开启我的直播算命副业。注册账号时，我随意起了个名字，主播猛踹瘸子那条好腿，直播间绝美主播在线算命。点击开启同城直播间，我坐在摄像头前跃跃欲试。等了20分钟，直播间空无一人，荒凉的要命。只有一个好心的过路人提醒了我一句：新主播刚开播，没什么人气，可以去跟人随机连线，蹭蹭热度。我这人向来听劝，很快就开始跟人随机 PK 连线。第一个连上的主播是个很壮硕的大哥，名字叫关山海。哟，美女呀！他凑近镜头看了一眼，表情戏谑。美女是唱歌还是跳舞的？我微微一笑，算命的。关山海愣了一下，他这才注意到我直播间的名字，哼笑道：算命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不如你给我算算，算得准的话，我过去给你打赏一辆超跑；算得不准的话，你就脱一件衣服，怎么样？说完，他就笑了起来，脸上的横肉堆在一起，看得人心里非常不爽。直播间这时候也进了几个人，听了对面的话，终于有人冒泡了。玩这么大吗？小姐姐别听他的，对面好恶心啊！我去，这么刺激！我没看评论，只仔细看了眼关山海的面相，随即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眉毛杂乱，嘴唇略薄，印堂生有悬针纹，你这是天生穷命啊！我这话一出口，关山海的脸色就变了。对面顺着网线过来的几个网友当即就开始叫嚣，笑死我了！山海大哥那么有钱，你居然说他穷？山海大哥直播了3天了，他带我们看过他家的豪宅，还有一个貌美老婆，太让人羡慕了。主播你算命的技术真烂，长得挺好看，怎么是个骗人的神棍呢？我没理会这些评论，只撑着头看着关山海，慢慢开口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监门有黑，山根上不一点痣，这位大哥很快就能吃上国家饭了。什么意思？山海大哥在考公？有没有可能主播说的是牢饭？关山海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他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，眼睛死死瞪着我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他气急败坏地拿起手机，打开后置摄像头，说我穷。我让你好好看看。他拿着手机打开房门，装修奢华的3层别墅映入眼帘。随着私人泳池、高档健身房、顶配游戏房的亮相，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。大部分的人都是来看我是怎么被打脸的。等他炫耀完一圈，回去刚才直播的房间之后，关山海被众人吹捧得有些得意。小姑娘，脱吧！转眼间，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到达300人。在他们的起哄声里，我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大哥心理素质真不错，入室抢劫完了还不跑，还有心思在这开直播。这话一出，关山海脸色瞬间变了，下意识就要去关直播。可奇怪的是，这直播怎么也关不掉。慌乱中，手机被他弄掉在地上，摄像头正对着桌底，模糊不清的画面里骤然出现了2张痛苦狰狞的面孔。直播间的人被吓了一跳，吓死我了，手机都吓掉了。桌子底下怎么还绑着2个人？这是非法囚禁了吧？这是个什么走向？我懵了，主播说的入室抢劫是什么意思啊？卧槽，这个被绑住的女人不就是前天关山海给我们看的他老婆吗？怪不得我当初就觉得他的表情不对劲，原来是被胁迫的。弹幕密密麻麻，乱成一团。我不紧不慢地给他们解释，被绑着的这2个人才是这栋别墅真正的主人，而这位关山海只是财迷心窍、入室抢劫的流浪汉而已。他抢完劫之后，虚荣心又开始作祟，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在别墅住了下来，还开了直播，每天带着网友参观自己的豪宅，享受着别人对他的追捧。关山海气急败坏的声音从直播间传来：闭嘴，贱人！他捡起手机，面露凶光：老子一定会找到你，然后杀了你！主播快报警吧！太吓人了！我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，忘了提醒你，刚刚在你带着大伙参观你家豪宅的间隙，我已经报警了。砰！话音刚落，对面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撞开，隐约间还能听见外面的警笛声。手机被关山海扔在地上，他这时候哪里顾得上直播，打开窗户就跳了下去。直播屏幕黑屏，可把网友急坏了。靠，不会跑了吧？太刺激了！我就是看个直播，居然还能碰到警匪追击战。主播小姐姐小心啊，他这样的亡命之徒可能真的会来报复你。
此时直播间的围观人数已经将近2000了，并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。我喝了口水，安抚道：“放心吧，他跑不掉了。观星空王，流尽日主，必见官灾，他下半辈子得在牢中过了。具体情况，明天你们自己看新闻吧。”说完话后，我断开了 PK 连线。此时直播间再也没有之前那么冷清了。虽然听不懂，但小姐姐牛逼呀！腿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。腿姐，我也要算。怎么报名？除了这些激动的新粉丝之外，还有很多刚进来一脸懵逼的网友。什么情况？这个直播间到底干嘛的？腿姐，考研的，算命直播间。现在江湖骗子挺与时俱进的，无聊，退了。我微笑着挺直了腰背，再次介绍一下，这是一个算命直播间，玄学5竹，一竹一卦，算完为止。争抢着要算命的人太多，我就随机发了个红包，谁先抢到，谁就先算。红包发出去的瞬间就被抢了。幸运是名叫爱吃炸鸡的网友，是我。他在屏幕上打出这句话后，就迫不及待点了粉丝连线按键。腿姐，我要算命。听着声音，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。我问她，你想算什么呢？爱吃炸鸡沉思了一会儿，她小心翼翼地说道，我想算一下我肚子的孩子是不是还健康。她说她是个孕妈，怀孕5个月了。自从1个月前跟着老公搬到他们公司附近之后，她就觉得不太对劲。她觉得肚子里的孩子好像越来越虚弱了。老公宽慰她是她太敏感，想太多，也带她去医院看了，一通检查下来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她在我肚子里，我是能感觉出来的。我真的觉得不太对劲，大师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下？爱吃炸鸡的声音焦急，看得出来很迫切。我安抚了她一会儿，然后才问，现在方不方便开个摄像头？我需要看一下你，还有你的肚子。爱吃炸鸡仅仅犹豫了一下，就同意了。打开视频连线后，我看到了她的脸。他离摄像头远了点，好让我看见他的肚子。看清他的样子后，我掐指一算，目光微凝，天良兴旺，而天府兴衰。我抬头看向他，正色道：“把你的右手伸出来。”腿姐突然这么认真，不会真有事吧？好紧张啊！得了吧，医生都说没问题，他能看出来什么？楼上的小心打脸哦。我仔细查看了他的手相，心里的猜测逐渐被证实。你被人下了换胎邪术。我问他，你最近紧密接触的人里，有没有跟你一样怀着孕的？爱吃炸鸡愣了一下，换胎邪术？有人要害我？他有着惶恐的来回踱步，谁要害我？除了丽姐，我没有接触什么怀着孕的人。到底是谁？我打断了他的话，丽姐是谁？腿姐这么说，那这个丽姐嫌疑很大呀。同意。爱吃炸鸡也看到了网友的评论，一下子就着急了，下意识反驳：不会的，丽姐对我很好的，她是我老公领导的老婆，但人却没有一点架子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他们夫妻俩的。他们看我怀孕了，我老公离家太远，不方便照顾我，低价租给我们的。丽姐一家就住在我们楼上，她怀孕快7个月了，还经常下来陪我聊天，让我别太焦虑。爱吃炸鸡一边解释，一边拿着手机走到客厅，茶几上放着新鲜水果和一些补品。你们看，这是丽姐刚刚送过来的，她人真的很好。她说完后，网友还是没买账。说实话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我还是觉得这个丽姐不太对劲。再次同意。爱吃炸鸡此时也隐隐开始动摇了，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。大师，我叹了一口气，原先我还不确定，可刚刚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便能笃定了，害你的人就是这个丽姐。爱吃炸鸡闻言，忍不住后退一步，跌坐在沙发上。你把手机对准你的床头。爱吃炸鸡回过神，立马照做，去把那张海报接了。爱吃炸鸡没再犹豫，伸手就接下了海报。海报背后的黄符骤然出现在众人视线里，爱吃炸鸡吓了一跳，手机都拿不稳了。我继续道，你家入门玄关处挂了一只木葫芦，房间门上倒扣着一个青铜古镜，还有这床头上贴着的朱砂黄符，它们的所处方位分别是2煞位、太岁、5黄星，如此便形成了绝胎阵。而那葫芦没有封口，葫芦口正对上方，如此变化绝胎阵为引胎阵。我抬眸看向爱吃炸鸡，他早已惊诧到不知所措，不停嘀咕着，怪不得丽姐在我们住进来时就叮嘱我们千万别乱动家里的东西，原来她一直想害我。我点了点头，你要是再在这里住下去，等她生产之日便是你流产之时。直播间的网友早就听傻了。我去，她图啥呀？也不知道给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积德，她要是好好养胎也能顺利生产的吧？为什么非要害人啊？爱吃炸鸡冷静了些，她突然想到了一些事。我听我老公说过，说是丽姐今年都40了，他们夫妻俩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孩子，之前也怀过，可怀过3次全都流产了。今年年初好不容易才又怀上，还养到了7个月，那就说得通了。他知道自己要保住这个孩子并不容易，又不知道从哪弄到了这个换胎邪术，为了一己私欲，他选择牺牲同样怀孕的你。网友震惊，好恶毒啊！用别人的胎养自己的胎，还是人吗？
怪不得一直给他送补品呢，原来是把他当成自己的移动公胎站了。没人夸一下主播吗？太牛了！再说一遍，腿姐我的神！装神弄鬼，你俩是串通好在演戏吧？爱吃炸鸡此时根本顾不上看评论了，煞白着脸，大师救救我！我的孩子还有救吗？有救！我指着那只木葫芦，你在正午时分把那葫芦取下来，找个四周开阔之地，面朝东方把它烧了。铜镜本有驱邪避灾之效，你把它翻过来就行。至于那黄符，倒是有些麻烦。我思索片刻后便道：这样吧，我私信给你一个地址，你把那黄符快递给我，我来处理。我们都在同城，快递送过来也不要多少时间。爱吃炸鸡一听，瞬间面露喜色，谢谢大师。我待会就打电话给我老公，商量搬家的事。我笑了笑，不用谢，好好养养，孩子会没事的。说着，我眨了眨眼睛，刚刚给你算过喽，你这胎会生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。爱吃炸鸡再次跟我道了谢，然后才断开了直播连线。评论区此时热闹极了，口径统一。那个丽姐太恶毒了，就这么放过她了？是啊，看得我窝火。我随意瞥了一眼，轻嗤一声，放心，如今引胎阵被破，无论是丽姐还是百阵之人都必遭反噬。丽姐这胎保不住了，爽！卧槽，年度大爽文，腿姐牛逼！我打断了他们的夸张吹捧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好，我要开始发红包了。下一个抢到红包的人是个名叫 M 的网友，他是附近大学的学生，今年大2。抢到红包之后，他立马就按下了直播连线，还打开了视频。主播，我想算命。他一露面，弹幕瞬间热闹起来。帅哥呀，这在大学里不得是校草级别。卧槽，我感觉他有点眼熟。小哥哥长得好帅呀，关注一个。M 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微微低头，没有，我也就是正常人长相，还会害羞，太纯情了吧。哈哈哈哈，真有意思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想算什么 ？M 闻言便也没再管那些弹幕，表情严肃起来。主播，我总觉得我的室友最近很不对劲。我具体点，怎么个不对劲法 ？M 眉头微皱，试图回想。他说，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是在半个月前，那天半夜，我口渴起来喝水，却发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床头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被他吓了一跳，问他有什么事，他也不说，还咧开嘴角朝我笑。网友惊讶，我去，太吓人了吧，是梦游吗 ？M 看见了弹幕，摇头道，不是梦游。他的表情变得有些一言难尽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他现在白天也变得不太对劲，明明是个1.8米的壮汉，可是最近行为却有点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宿舍门口就传来一声怪异的声音：“我回来啦！”就像是男人捏着嗓子学女人说话一样，有点恶心。M 一惊，下意识把手机往旁边藏了藏。摄像头虽然被遮挡了一些，但还能看见宿舍的场景。只见一个1.8米壮汉从门口进来，扭着腰走到 M 旁边，顺势趴到了他的背上，娇嗔道：“亲爱的，有没有想我 ？”M 嘴角直抽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现在不是有课吗？男人冷哼一声，人家忘记带书了。他从 M 身上起来，从柜子里找出书。亲爱的，我先走了哦。直播间的吃瓜网友早已石化，有点意思哦。说实话，这种我只在泰国看过。M 小哥，你自求多福。M 叹了口气，很是无奈。如你们所见，他现在真的很不对劲。大师，你能不能帮忙算一下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我喝了口水，看过了。你室友面色发青，眼神涣散，走路飘忽，脚后跟不着地，他这是很明显的撞邪症状。M 绝美主播在线算命2GT 22一经撞邪。我问他，最近你们学校有没有死过人 ？M 愣了一下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有，1个礼拜前有个女生跳楼自杀了，就在离我们宿舍楼不远的地方。他这话一出来，弹幕立马就沸腾了。靠！我就说看他眼熟，原来跟我是一个学校的。我也认出来了，她是数学科学学院的那个院草孟天明吧？他说的跳楼的那个女孩我还认识呢，是我同专业学妹。在众多网友的科普下，我们逐渐了解了事情的原委。那个跳楼的女孩名叫徐佳。1个礼拜前，学校表白墙上突然传出一封表白信，收信人是孟天明，而落款则是徐佳。这封表白信一出来，瞬间就被传了出去，底下的评论大多都是在看热闹，恶言相向的人也不少。徐佳长相气质不佳，因为这封情书被很多人嘲笑谩骂，还有人私信骂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徐佳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网暴，后来跳楼自杀，大概率也是因为这个。卧槽，那些网暴的人是杀人凶手啊！他们怎么睡得着的呀？法不责众，没办法，他们受不到什么惩罚，最多就是批评教育，公开道歉。人都死了，他们的道歉屁都不是，恶心。所以孟天明的室友是被徐佳缠上了。孟天明表情痛苦，当初他遭遇了网暴，我有努力替他澄清解释，可是大家太疯狂了，我拦不住。帅哥别伤心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小哥哥人美心善，爱了。越来越多的人夸赞起孟天明，还给他点了关注。
孟天明有些受宠若惊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徐同学出了这种事，我真的很愧疚，也很……行了。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，当初那封表白信不就是你传出去的吗？现在又在惺惺作态什么？啪嗒，孟天明手边的杯子被他打翻在地，他惊愕地抬头看着我。也许他室友确实有些不对劲，但孟天明跟我连麦的初衷根本就不是为了算命，他就是看我这直播间现在热度高，想露个脸蹭波热度的。他一开始也没相信我有什么真本事，所以当我一语道破真相时，他才会这么惊讶。你在说什么？孟天明努力维持着脸上的表情，我根本不知道那封表白信是怎么传出去的。弹幕里也有为他说话的，他看起来挺无辜的，腿姐是不是误会了？是啊，主播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诬陷人啊。我并不在意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只是你那室友现在是真的撞了邪，被徐家给缠上了，但徐家实际上是冲着你来的。孟天明嘴角的笑容终于维持不住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。主播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大学生要相信科学，行啊？我无所谓，那你继续相信科学吧，我就挂了。我伸手要去切断连线，孟天明见状连忙阻止，等一下。他说话都有些哆嗦了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徐家都缠了我室友这么多天了，也没有对我做什么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是新王之魂，力量微弱，所以只能缠人，不能害人。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脖颈，而且你脖子上戴着的玉观音开了光，对他有些威慑。听到我的话，孟天明下意识摸了摸脖子上的玉观音，松了一口气。而我毫不犹豫泼了他一盆冷水，但今天可不一样。孟天明一愣，什么意思？我勾了勾唇角，因为今天是他的头七啊，有点吓人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主播别吓我，我胆子小。你们真信啊？这一看就知道主播在诓人啊！信腿姐得永生，信腿姐得永生。有没有人觉得孟天明的宿舍变暗了？说话间，孟天明整个人都被冷汗浸湿了。直播间的人感受不到，可他可以。宿舍不仅光线暗了下来，连温度都骤然降低了。他感觉到自己有些动不了了。吱呀一声，宿舍的门被人推开了，室友张泽进来了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他艰难扯了扯嘴角，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？张泽嘻嘻一笑，没下课呀，这不，太阳落山了。孟天明再也坚持不住，猛地从桌子前站了起来，就要拉开门冲出去。可诡异的是，那门怎么也拉不开。张泽走到他身后，几乎贴在他身上，你跑什么？孟天明撕心裂肺地喊道，腿姐，大师，救我！弹幕狂刷，我的世界观崩塌了，心里默念，我爱科学。腿姐，快点出手啊！我好心提醒，我就算出手也需要时间啊。孟天明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赶紧道歉求饶，把你做过的事一五一十坦白清楚，说不定徐家满意了，会饶你一命也说不定。此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人，热度很高，其中不乏跟孟天明一个学校的。孟天明咬了咬牙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我冷笑一声，不说话了。他背后的张泽啊不，徐家一听这话，浑身气势立刻变了。他一把掐住孟天明的脖子，把他整个人抵在了门上。我要你死！声音似男似女，诡异极了。孟天明满脸涨红，掰着他的手。徐家又猛地把他摔了下去。孟天明躺在地上，不停咳嗽。我厉喝一声，还不道歉？真想丢了小命不成？孟天明浑身一震，再也坚持不住，痛哭流涕起来。他跪在地上，徐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，不该把你当成备胎，不该把你的表白信传出去。我虚荣心作祟，一边觉得你配不上我，一边又享受着你的爱慕。我们认识8年了，我高中时长得很胖，所有人都嘲笑我，只有你对我好，肯把我当朋友。徐家，我没想过你会跳楼。上了大学之后，我瘦了很多，我受到了大家的夸赞和追捧，渐渐的，我开始觉得跟你走在一起有些丢人，所以就随便找个借口跟你绝交。是我虚荣，我无耻，我配不上你对我的好。孟天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哪有半分形象可言。弹幕也被这个反转惊到了，去死啊！臭渣男，长得人模狗样，人事你是半点不做呀。亏我还觉得他长得帅，把他当男神呢。我这就跟我室友说，让他们也认清他的真面目。某某大学校友慕名前来观摩，某某大学校友慕名前来观摩，某某大学校友慕名前来观摩。徐家僵在原地，低头看着孟天明，2行血泪从脸颊滑落。孟天明早已哭晕过去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徐家，平手吧，你心愿已了，该走了。什么意思？徐家不是要杀了孟天明报仇吗？腿姐解释一下，我脑子笨听不懂啊。我看了一眼弹幕，缓声道，徐家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害人，他要的不过是一个道歉。她是个好姑娘，生前是，身后也是，只是这一生太苦，识人不清，网友激愤。这样的好姑娘，我怎么就遇不到？我恨孟天明这人渣，何德何能啊！我真的气得冒鬼火。对面屏幕里，徐家定定地站在那，
好久之后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声，缕缕黑烟从张泽的身体里飘了出去。我双手结印，闭眼低诵。无奉太上老君律令敕，一段往生咒念完，对面张泽已经不省人事倒在地上，光线恢复正常，仿佛徐家从未来过。弹幕彻底沸腾，绝美主播在线驱鬼，这直播值了呀！小可爱打赏了主播 EX 热气球，秃头宝贝打赏了主播 2X 棒棒糖，旺仔打赏了主播 EX 超级跑车，五花缭乱的打赏特效飞了出来，我看不见屏幕了，一时有些烦躁，反手关闭了打赏功能。行了，别破费了，我不缺钱。有跟孟天明同大学的吗？帮忙叫个救护车吧，他俩阳气受损，估计得在医院住几天了。网友冒泡，报告腿姐，已经打了。这张泽也是倒霉，哈哈哈哈！这兄弟真的无辜，就因为跟孟天明住一起，结果被徐家缠了这么多天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无辜？他可不无辜。当时网暴徐家的人里，他可是主力军。弹幕大骂张泽和孟天明的同时，也在追问他们之后的下场。我掐指一算，云淡风轻道：事业受阻，一生困苦。好了，我满足了。友友们以后一定要积德行善啊，做缺德事是要遭报应的。这里面夹杂了一个特殊的弹幕，是前一个连线的爱吃炸鸡大师。刚刚我等老公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，等出去查看的时候才发现是那个恶毒女人。听说她刚刚在家突然滑了一跤，孩子应该保不住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因果报应，作恶者必自食恶果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已经不早了，5卦应该算不完了。这样吧，今天再算1卦，剩下的明天再算。此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2万人，热度高涨。最后1卦我必抢到！来来来，拼手速的时候到了！我设置好红包，按下了发送按钮，红包在发出去的瞬间就没了。抢到红包的是一个名叫兔丝子的网友，他迫不及待按下了直播连线，直接打开了视频。屏幕那头黑漆漆的一片，伴随着他粗重的喘息声。腿姐救我！我遇到鬼打墙了！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仿佛是在害怕什么。在他断断续续的说明中，我大致明白了他的处境。兔丝子是个爬山爱好者，今天下班之后，他闲来无事，准备去附近的千鸟山逛逛。来到山脚下，他才发现今天爬山的人格外少。一问才知道，就在昨天千鸟山上死了一个登山客，大家都害怕不敢上去。兔丝子也害怕，可他又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这么回去了，多多少少有些不甘心。我本打算爬到一半就下山回去的，可上山爬了半小时，下山爬了2个小时，都还没走出去。他声音颤抖，我的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，但神奇的是，居然还能看见你的直播。腿姐救救我，我还年轻不想死啊！网友被这个恐怖的气氛吓到了。小姐姐胆子真大，这种情况还敢爬山，有点吓人，我都不敢看了。说实话，我以前还遇到过鬼压床，腿姐快帮帮他吧。我沉吟片刻，又让他把手机摄像头对准周围四处转了转。鬼打墙倒是好破，这样，我发给你一段破碎咒，你咬破中指指尖，将血点在眉间，一边念咒一边往一个方向走，不出10分钟就大概能走出这片林子。走出去后不要回头，赶紧下山。我把破碎咒发了过去，兔丝子冷静了不少，他一边道谢，一边照着我的方法开始照做。他不敢关了直播间，只好把手机放在胸前，拔腿狂奔。镜头晃动，黑漆漆的林子里迷雾缭绕，我们只能听见兔丝子踩在枯枝上的咔嚓声，还有恐慌的喘息。我的心都跟着揪起来了，好刺激，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兔丝子小姐姐加油啊！我看着那黑漆漆的画面，虽然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，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大概10分钟后，兔丝子一鼓作气冲出了密林，眼前的山道豁然开朗。太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腿姐牛逼！兔丝子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在开口时，他说话轻快了不少，谢谢腿姐。那我就不打扰你直播了，我先下山去。眼看着他就要挂断直播连线，我却一眼看到了他背后树丛里蹲着的黑影，一种不安瞬间涌上心头。等一下！兔丝子一愣，怎么了？我立马道，回去。回到刚刚那个密林。兔丝子犹豫了一下，显然是不太乐意回去的。我厉声道，还想不想活命了？兔丝子浑身一震，再也不敢犹疑，转身就又跑了回去。网友都懵了，怎么又让他回去了？主播，你这不是害人家吗？为了哗众取宠，你居然不顾别人的安全，取关了。我没理会这些网友，只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叮嘱兔丝子，你进了密林之后，找个地方躲好，直播间不要退，千鸟山离我不算远，等我过去。什么情况？腿姐，你要去现场吗？卧槽！腿姐记得开着直播。我拿着手机坐上了出租车，一路赶往千鸟山。期间，兔丝子一直在跟我联系，他已经找到地方躲了起来，现在满腔的疑问快把他逼疯了。直播间的网友们也都在追问。我抿了抿唇，低声道，你今天确实遇到了鬼打墙，但这鬼打墙却不是要害你，而是为了救你。
昨天在千鸟山遇害的那个登山客名叫苏荣，他被人杀害后抛尸千鸟山。杀人凶手在慌忙逃窜中途不小心跌落山崖，目前尸体还没找到，但他的灵魂却已经化成恶灵。苏荣要是不救你，你此时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兔丝子不可思议地捂住了嘴，你是说鬼打墙是苏荣弄出来的？他是在救我？我点头，是我疏忽了，你别说话了，记得躲好。兔丝子抱着手机，我知道了。我乘车到达千鸟山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20分钟，没再多想，我朝着兔丝子藏身的密林飞快跑去。腿姐快点啊！兔丝子小姐姐怕是快撑不住了，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妈妈呀，我不敢看了，我把手机挂在胸前，一路跑到目的地。此时密林的鬼打墙已经被破了，我目光一凝，抬脚跨了进去。林子里树枝杂乱，地上凹凸不平，非常不好走。我一边感应着兔丝子的位置，一边在地上贴黄符，防止恶灵逃脱。走出去没一会儿，我突然听见一声异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娇小女生脖子上缠着黑烟，整个人被吊在树上，正晃动着双腿不停挣扎。孽障，竟敢放肆！我反手掏出腰间的五雷符，朝着那黑烟掷去。五雷符附在黑烟上，瞬间燃烧起来。凄厉的惨叫凭空出现，黑烟消散，兔丝子掉落在地上。他看到我，眼睛都亮了。腿姐，你来救我了！我刚刚一直在念破碎咒，生怕等不到你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做得好，辛苦了。在这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收了那恶灵。黑烟聚成人形，转身就要朝林子深处逃窜。我咬破中指，挤出一滴精血甩在黑烟上，天地自然，碎气分散，急急如律令。黑烟骤停，不停蠕动挣扎，最后发出一声凄厉惨叫，消散于无形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回到了兔丝子身边。走吧，送你下山。兔丝子眼睛有些红，他怕是被吓坏了，紧紧抱着我的胳膊不松手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用这么扭曲的姿势带着兔丝子下了山。分别的时候，他小声道：“腿姐，谢谢你，我能不能再请你帮个忙？”我挑了挑眉，你说。兔丝子揉了揉眼睛，我想请你给苏荣念一段往生咒，行不行？看着他希冀的目光，我笑了笑，可以。忙活了大半晚，回去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。之前一直没时间去看直播间，等现在一看，我直接愣住了。直播间被封了，原因是装神弄鬼，误导大众。我有些无奈，正要关了手机，却发现主播后台塞满了私信。腿姐，下次直播一定要喊我。腿姐，虽然直播间被封了，但你是我永远的神。还有2卦没算完呢，腿姐我等你。太牛了，太牛了，主播你太牛了。主播，我也想算命，求您宠幸。我忍不住勾了勾嘴角，这些网友还真有意思。我点回主播首页，思索了一会儿，把主播名改了。主播玄清冠心怡。嗡嗡嗡，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。是我师傅。逆徒，怎么样？现在你那论中华玄学武术的多媒体化传播探索还能不能写了？我笑了笑，能写，明天动笔。